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。王一博巴黎时装周封神，4天3站顶奢秀场全线出色。捕鱼解速报当内娱顶流踏上巴黎时装周的舞台，很多人原本只期待一场普通的看秀行程，但谁也没想到，短短4天时间，却被王一博硬生生走成了一场近乎个人封神的时尚高光现场。4天3站，3大顶奢品牌，3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表达，从先锋艺术到运动优雅，再到高定贵族气质，每一次亮相都像一次精心编排的舞台切换。网络上很快出现了一句评价，在各个平台被不断转发：王一博各种意义上的出色。短短一句话，却几乎概括了这次巴黎之行带给观众与业内的整体感受。如果把整个行程从头到尾捋一遍，就会发现，这并不是简单的赶场看秀，而更像是一场节奏精准的时尚接力。4天之内连续出现在3场顶级品牌秀场，本身就已经是极具分量的安排，但更难得的是，每一站的风格都完全不同，却都被他演绎得恰到好处。很多艺人在时装周密集行程中，难免会出现造型重复或者气质冲突的问题，但王一博这次却几乎做到了完全不重样，每一套造型都像是为品牌气质量身定制，同时又保持着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。这种稳定而高质量的发挥，让不少网友直呼，这不是去看秀，更像是去坐镇秀场。在 LOEWE 的秀场上，整体氛围偏向先锋与文艺气质，品牌一贯擅长以艺术感和实验性设计打动观众。王一博的造型也与这种调性高度契合，卷发造型搭配机能风格的叠穿设计，让整体形象既带有冷静克制的疏离感，又充满一种现代艺术的张力。尤其是未发布的秀款单品，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与秀场本身相呼应的气质。很多网友评价，这套造型并不是简单的穿衣服好看，而更像是把品牌想表达的精神直接呈现在人物身上。那种清冷却不疏远的气质，与 LOEWE 一贯强调的艺术先锋感形成了非常自然的融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现场镜头频频捕捉到他的画面，不少媒体在报道时也特别提到，这套造型将品牌风格诠释得非常完整。紧接着来到 Lacoste 秀场，整体氛围却发生了明显变化。相比 LOEWE 的先锋艺术气质， Lacoste 更多强调的是法式松弛与运动优雅之间的平衡。王一博的造型也随之转换，整体风格显得更加轻松自然，却依然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少年酷感。运动高定的设计被他穿出了随性而不随便的贵气感，看似简单的搭配却在细节中透露出高级感。秀场外的街拍区域更是成为焦点，许多国外媒体摄影师连续拍摄，镜头几乎没有停下来。那种自然松弛的状态，让整个画面显得非常舒服，不需要刻意摆出夸张姿态，就已经足够吸引目光。很多时尚评论认为，这种松弛而不散的气质其实是最难驾驭的，而王一博却把它处理得恰到好处。而当行程来到 Chanel 秀场时，整体气场再次完成了一次明显升级。作为压轴亮相的高定品牌， Chanel 向来代表着优雅与经典的法式审美。王一博的造型也回归到更加精致与贵气的表达，软的材质所带来的细腻质感，与低调而锋芒内敛的珠宝搭配，让整个造型显得格外稳重而优雅。没有过分张扬的装饰，却在每一个细节中体现出高级感。镜头中，他的神态从容自然，东方古香所带来的清晰轮廓，与 Chanel 经典的法式优雅形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融合。现场镜头甚至给出了接近40秒的专属画面，这样的镜头时长在时装周秀场中并不常见，
也被许多网友视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待遇。那一刻，不少人感叹，这不仅是一位艺人的亮相，更像是一种东方审美在国际秀场上的稳定表达。从 LOEWE 的艺术先锋，到 Lacoste 的运动优雅，再到 Chanel 的高定经典，3种完全不同的品牌气质，在4天之内被连续呈现出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每一次风格转换都显得非常自然，没有任何突兀或失误。从视觉层面来看，这是造型团队与个人气质之间的高度配合；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，则体现了一位艺人对于时尚表达的理解能力。捕鱼姐说句公道话，在内娱能够同时驾驭3大顶奢品牌，而且风格完全不撞位的艺人，确实并不多见。但这次巴黎之行之所以被讨论得如此热烈，并不仅仅因为造型本身好看，更多人关注的其实是王一博在整个行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专业与体面。很多秀场生图几乎可以直接当作精修图使用，这不仅说明造型稳定，也说明个人状态非常在线。无论是台步、站姿还是镜头前的神态，都显得非常自然松弛，没有刻意摆拍，也没有过度营业式的表情管理，一切都显得恰到好处。对于时装周这样节奏紧凑、镜头密集的场合来说，这种稳定的表现其实非常难得。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现场的互动细节，无论是与品牌高层的交流，还是与国际艺人的同框合影，他都表现得礼貌而从容，既不会刻意抢镜，也不会显得拘谨紧张，那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，让整个气场显得非常稳定。许多国外媒体在报道中甚至使用了东方审美的重构者这样的评价，而品牌方则把它形容为行走的时尚画布。网友们的评论则更加直接，有人形容它不是在穿衣服，而是在给衣服注入灵魂。真正打动人的，往往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例如雨中的从容状态，面对镜头时温和而自然的回应，还有拍照时谦和的态度。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一种属于顶流的底气。流量或许可以带来关注，但真正能够在国际场合站稳脚跟的，往往是专业能力、礼貌态度与稳定气场的综合体现。正因如此，这次巴黎行才会被很多人视为一种体面又漂亮的亮相。而在行业层面，这次行程也被认为具有一定象征意义。王一博成为全球首位在单届时装周及其3大顶奢品牌最高头衔的艺人，这样的记录在业内并不常见。顶奢竞品同台、超级手穿、头牌 C 位、官方社交平台置顶以及全球范围的内容推送，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，意味着这次巴黎之行不仅仅是资源安排，更像是一种来自行业层面的认可。很多时尚观察者认为，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明星看秀，而是一种具有话语权的参与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巴黎时装周往往被视为西方时尚的核心舞台，而东方艺人的出现更多被看作一种文化补充。但随着越来越多亚洲面孔通过实力进入核心位置，这种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当王一博在秀场中心区域从容亮相时，许多人意识到，这不仅是一位艺人的成功，也是一种文化表达的变化。东方审美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。捕鱼姐甚至直言，这一轮巴黎行结束之后，内娱时尚天花板又被他拉高了一截。有人通过炒作争取看秀机会，也有人依靠实力成为秀场焦点，而王一博显然属于后者。4天3站的高质量输出，几乎每一次亮相都保持着稳定水准。这种持续性的表现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：所谓顶流，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，而是一种能够在关键场合持续做到极致的能力。当颜值、气质、专业度、口碑与国际影响力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，自然会形成一种强烈的舞台效果。也难怪网络上会出现几乎统一的评价：王一博
各种意义上的出色。这样的评价或许带有情绪色彩，但从整个巴黎行程的表现来看，它确实也反映了许多观众的真实感受。4天时间很短，但足以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。当时装周的灯光逐渐落下，这段巴黎之行也成为不少人记忆中的高光时刻。从先锋艺术到运动优雅，再到高定经典，每一种风格都被完整呈现。有人说，这像是一场属于王一博的时尚巡演，而巴黎只是这段旅程中最耀眼的一站。至于哪一套造型最让人印象深刻，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次巴黎之行已经成为许多人眼中难以忽视的一次时尚事件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